急性肠炎最常见的就是会有腹泻、拉肚子，对，发炎嘛。对这个族群我们是很常用做辅助疗法。最近很流行那个什么诺罗病毒啊，或者是肠病毒啊，这个益生菌会有帮助吗？我想把它。那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从台湾出发去欧美啊，或者去东南亚旅行嘛，然后就会吃什么就拉什么，这个叫旅行者的腹泻通常是跟当地的饮水啦，当地的一些饮食的细菌，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引发的这肠道发炎的时候，这时候。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健康，给您全方位的健康资讯。我是 Yuranda 优姐。那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林阳朝医师。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阳朝医师。医生，请问一下一般消费者他去买益生菌呢，可能他都是因为身体有各种不同的需求嘛？那特别是那个便秘的人啊，他吃益生菌有没有帮助？便秘其实在一些研究里面的确是有提到益生菌对于便秘对于腹泻对于胀气都有它的效果。但是益生菌的种类很多了那大部分是乳酸杆菌类，因为它能够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它会产生一些酸，我们这些酸叫做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它可以降低我们肠道的 pH 值那它本身也是肠道黏膜的一个能量来源。有时候我们的便秘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纤维质水分摄取不足的这一种那有些是体弱多病少运动产生的便秘这时候你补充益生菌当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帮助，不过还是要确实的去找它便秘的原因。我想益生菌的补充是会有一些可能的帮助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找有没有一些其他比较重要的原因。那如果说我们会容易有胃痛啊，然后胃食道逆流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形，也可以用益生菌吗？胃痛、胃食道逆流，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从饮食的习惯胃食道逆流很多都是因为烟酒、咖啡、茶叶、甜食甚至压力大的族群造成的。那胃痛呢，其实比较重要的是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些造成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一些状况。所以补充益生菌来讲，老实说，对于这两个状况，我认为不是非常的有帮助。要找医生帮你找出病因比较重要。那如果是像那种急性肠胃炎啊，吃坏肚子的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急性肠胃炎，其实我们还蛮常使用益生菌来做这个辅助治疗。我讲都是辅助了，为什么？急性肠胃炎很多是病毒感染，或者是一些肠道的一些发炎的状况。那这个时候我们补充益生菌，其实对于稳定它肠道里面的菌落是蛮有帮助的。我们借由投予这些益生菌呢，它可以把这个肠道里面的一些可能受到损害的这些肠黏膜啦，它其实会有帮助修复的效果。那当然，对于急性肠炎最常见的就是会有腹泻、拉肚子，对，发炎嘛，反而对这个族群我们是很常用益生菌来做辅助疗法的。那像小朋友啊，像最近很流行那个什么诺罗病毒啊，或者是肠病毒啊，这个益生菌会有帮助吗？我想把它当成一个辅助啦。那诺罗病毒或腺病毒或其他的病毒，它可能会造成的一些肠道的发炎，这个倒是益生菌可能有它的角色在，但是还是一样，就是要正规的治疗。那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从台湾出发去欧美啊，或者去东南亚旅行嘛那有时候会水土不服，然后就会
吃什么就拉什么，那这个用益生菌有没有帮忙？这个叫旅行者的腹泻哈，通常是跟当地的饮水啦，当地的一些饮食的细菌，因为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透过饮食去摄取到我们肠道内引发的这个肠道发炎的时候，这时候补充益生菌其实是还有不错的效果。那其实我也会建议，如果到国外去旅行，如果这个地方是你从来没去过的地区，我建议你可以携带益生菌，当然也可以准备一些肠胃药，止泻药啦，那止痛药这些其实都需要了。所以说，出门旅行的人呢，就可以把这个林医师的建议呢，把它牢牢的记住哦。那我也想请问一下林医师，常常有人说啊，你吃这个益生菌很好啊，对你的什么体质可以改善啊，可以改善什么过敏性鼻炎啊，或异位性皮肤炎啊，真的有这么神奇吗？这个益生菌？益生菌其实大家会觉得它有某部分的功效哈，我想很多的一部分还是停留在一些动物实验哈。那因为动物实验我们会去发现到，这个益生菌它在于抗发炎哈，它有它的效果，尤其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异位性皮肤炎哈、过敏性鼻炎，这个其实是台湾很多的族群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哈。那我觉得还是比较持平的看这一部分，就是说益生菌它的一些透过它对于在我们肠道里面它避免了这个肠道的发炎，那我们肠子里面有毒的物质比较不会进入全身的循环。这个角度来看还有它对于某些这个免疫力的促进那可能有调节的作用针对你刚才提到这两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它的疗效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值得观察了。可能有些人他过敏性鼻炎是因为空气污染的关系，空气污染啊，还有其实大家都不要忘了，很多疾病都是基因遗传，这是最强的。所以基因它决定了可能你有没有异位性皮肤炎，你有没有过敏性的一些鼻炎，这些东西都是占了比较大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可能现在有什么尘螨啊，环境，对，这是环境，对，环境要先把它改善，不要有这些造成过敏的这些过敏源，对，其实是更重要。那吃益生菌可以瘦身减肥吗？林医师，您是减肥的这个专家。益生菌减肥，我们在过去就有这样的一个专利菌了哈。那这个我们简称 AKK 菌，它其实在国外已经有专利哈，把它制成专门的一个益生菌用来做减重。不过当然不是所有的益生菌都有这样的一个减重的效果。这个减重的益生菌的确在过去的医学的研究里面发现，它在这个瘦子身上是它的肠内菌里面是分离出来比较多这样的菌。那后来有针对这个菌才去做研究，的确发现它的摄取跟它的存在人的肠道是跟这个体重的控制是有正面的关系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林医师到现场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么多肠道健康还有益生菌的讯息。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呢，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并请持续关注我们太阳星的网站。那想要收到更多的健康讯息的，请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下次见，拜拜。